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迷者失度，悟者自度。这句话是出自唐代高僧六祖慧能大师《坛经》里面的一句话。迷者失度指的是那些处于迷茫跟无明状态的人需要依靠师父或者善知识的教导跟引领才能觉悟那悟者自度指的是一旦觉悟的人就可以自己解脱而救度自己也就是说已经悟道的人就不再依赖外界的帮助了，他可以通过自己的智慧来处理人生的种种问题。那这句迷时失度，悟时自度有它的典故当五祖弘忍大师把袈裟交给六祖慧能大师的时候殷告诫六祖说袈裟是信物，现在我把袈裟当作信物传给你，你要好好的保管。不过这件袈裟也将会是争端的开始的来源。拥有这件衣物老命会像悬丝一样悬丝就是好像丝很脆弱，很容易断的意思是这样子的老命会像悬丝一样，所以你以后不要再传了，现在你要赶快离开这里，我怕那些不懂事的人会来伤害你。那慧能就问那我要去哪里呢？哪里可以保护我呢？五祖就说你往南走，并提醒他一句话：逢怀则止，遇会则长逢怀则止的意思是说，碰到好的机缘的时候呢，你要懂得安住于当下，珍惜当下，不要急于去追求更多。那遇会则长的意思是说，遇到好的机会时要懂得保持低调，深藏不露不要急于表现自己于是呢，这个慧能就捧着这个五祖给他的袈裟离开了那五祖亲自送他到九江的渡口，就跟六祖说你就赶快离开这里吧。那上了船之后呢，五祖拿起船桨准备划船那慧能就说了：请和尚坐下，应该由我来划桨才对，因为毕竟五祖是长辈嘛。那这个时候五祖就说了：本来就是我渡你的这句话是内有乾坤等一下我们再好好解释。那慧能也很有智慧，马上就回说：同一个渡字渡船也是渡，得法开悟也是渡。我从家乡直奔师父这里，就是要跟师父您学法由师父领着我走过修行解脱的这一段路。所以师父您讲的对，是师父来渡我的。所以今天要离开江边，出了江口，进入另一个阶段之后呢，就应该由我自己来自度了。这个时候五祖就跟慧能说了：对，就是这样，以后的佛法就要由你来推广跟开展了。你好好的向前行，努力往南但是要记住，千万不要太早出来说法，还要酝酿一段时间才能相应时机那里面这一句还要酝酿一段时间这句话就跟前面讲的逢怀则止遇会则长两句是互相辉映的等于是说再强调一次，人生要学习适可而止还要深藏不露。所以这个止跟藏呢，也是一种低调的软实力那这个是师徒之间离别前的重要叮咛是语重心长见地之言值得我们深入体会。那慧能以一个在家行者的身份得到法的传承五祖特别交代他还要再酝酿再修炼，除了要自度解决自己的事情以外呢，还要解决众生的事情。所以度自己是度解决众生的烦恼也是度。
这是一语双关呐。要离开江口的时候呢，五祖叮咛六祖不要太早出来弘法，要酝酿一段时间，要找到相应的因缘。这是很高的智慧值得我们学习里面充满了人生的哲理那度也是要找到相应的因缘有时候是师徒之间的因缘，有时候是与众生之间的因缘那因缘如果不相应的话呢，说什么样的大法都度不了众生那以上这一段佛教典故相信大家都会感动于弘忍跟慧能之间的对话，也感动于他们之间精进法脉接力传承把迷者师度，悟者自度用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也是道理相通的举例来讲，大家更明白。譬如在学习的过程中当一个学生开始学习新日志的时候，可能会感到处处有疑惑跟困惑嘛。那这个时候呢，就要老师的引导就好像针对学数学的学生，那老师要对他讲解公式跟解题的技巧，那这个就是师度。随着越学越多，越学越深入，学生已经能够掌握了如何利用公式去解题跟如何以更有效的方法去破疑解惑。那这个时候学生已经能够掌握到要领的啦，他就可以自己解决问题的了。那这个就是自度。那心理成长也是同样的道理在面对人生重大挫折跟困境的时候，有些人会寻求朋友啦或长辈的协助嘛，甚至人际关系或感情受创之际去寻求心理咨询师的开导，这些都是叫做师度。而一旦自己能够领悟出道理，也自信自己也有解决问题的能力跟智慧，这个时候就不需要再依赖别人的帮助了嘛，也就是自己可以做得了主啦。这个就是自度。那把刚刚这句话用在职场中，道理也是通。在职场中新人往往需要前辈的指导嘛，学习如何适应环境跟完成任务，这个就是师度，要靠别人。然而随着工作经验逐渐的累积跟对本身职业的了解自己已经能够主动发现问题而且能够预先防范问题，并且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个时候的表现就叫做悟者自度啦，可以靠自己解决问题了啦。那在学佛的过程中呢，道理更是如此刚开始学佛的人往往是处于迷茫困惑嘛，或一知半解的状态嘛，对世间的苦啦、乐啦、无常啦等等的道理呢，不是很理解。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法师或师父或善知识来引导那可能是通过听经闻法，或参加佛学讲座或是念佛诵经拜忏持咒打坐等等的方便法门那逐渐了解佛法的基本教理那这个过程就叫做师度，靠别人也就是必须靠外来的指引才有办法入门。因为学佛者本身尚未掌握佛法的道理嘛也不了解修行的方法所以这个阶段的师度很重要。然而学佛者通过自己身体力行跟实践比如刚刚讲的念佛诵经持戒拜忏等等，甚至走入人群行菩萨道等等逐渐开始领悟到佛法中的真理啦。那在这个过程中呢，这个学佛者累积的经验，也能掌握到方法，开始体悟到佛法的智慧了。那这个时候就像什么小孩子已经学会走路了那爸爸妈妈就会放手让他去走嘛。那这个时候导师的作用就逐渐减少了嘛，道理是一样的。当一个人能够从内心启发智慧，也开始理解生命的本质，甚至超越生死的恐惧，也就是说他已经彻悟了诸法无常的道理而看淡一切，那这个时候就是进入了悟者自度有自觉了啦
那这个时候他就不再完全依赖师父的指引的嘛，而是通过内心自己的自觉而自我解脱啦。那以佛教的例子来讲呢，师父的角色主要是激发跟启发弟子的觉悟啊，而不是灌输佛法知识哦。六祖慧能大师强调，学佛的关键是在自我觉醒啊，而不是外在各种不同形式的修行啊。简单讲就是不必佛言佛语啦，也不必佛理佛气的，更不必佛模佛样啦，而是越学佛越平凡啦。然而看似平凡，实则不凡呐。那自我觉醒就是我们在读书中经常提到的反观自照跟内观自省啊，是反省自己，不是检讨别人。那这个清楚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啊，就是师度啊只是一个阶段而已哦。真正的觉悟呢，是需要学佛者自己通过内在的修炼啊，来启发自己的悟性，那才有办法有所成就这个就是悟者自度的道理啦。那阿难尊者是佛陀的侍者，在佛陀身边服侍了27年嘛。那他听闻了大量的佛法但是却没有完全开悟耶。那佛陀涅槃后，阿难参加了第一次的经典结集但因为他还没有正果，所以不能参加。那后来阿难呢，自己努力修行靠自己努力修行通过自我的觉悟而证得阿罗汉果，最后还是参与了结集。这个就是阿难尊者从依赖佛陀的师度到自我修行而觉悟的智度，这个是一个最经典的例子哦。那学佛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从迷者到悟者，或者是从学者到觉者的转变。那这个过程中呢，师父或善知识的引导是很重要的然而最终的觉悟还是要靠自己也就是依循自己的自信三宝佛陀所开示的智依止、法依止、莫义依止跟六祖坛经里面所说的若自悟者不驾外求，若一向直，未须他善知识方得解脱者，无有是处这个文言文比较深我们直接用白话文讲。这两句话都是在说明什么？要相信自己，依靠自己，相信真理，依靠真理，不可依靠其他。先知先觉者呢，他们宣扬真理，引导学子走上真理大道，我们当然会尽领其人言教嘛。但是想要有收获，还是要靠自己亲自去体验的所以六祖坛经里面有说，自悟自度，悟是看清，度是行动，没有行动的悟称不上是彻悟也就是说，要大彻大悟，就要悟跟度两脚齐步，觉跟行双轨并行这样才有可能从一开始的迷者失度，最终走入悟者自度自度非悟自度度他方是真悟。哇，这句话真的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令人拍案叫绝讲悟者自度，那却又讲自度非悟意思是说自度还不是真正的开悟啦。听起来好像有一点矛盾其实里面是蕴藏的很高，里面是蕴藏了很深很高的智慧我们好好来解释一下。悟者自度是指觉悟的人能够靠自己内在的觉悟跟修行来达到解脱不再依赖外在的教导啦。那悟者也因为明白了佛法的真谛，可以通过内观自省跟自我实践，随时可以从迷茫中走出来那自度非悟是指一个人只专注在自己的解脱，也就是我们常讲的自了汉
只会至少门前雪啦，不管他人瓦上霜啊。那这个不是真正的觉悟。真正觉悟的人呢，是很透彻理解无我跟慈悲的精神啊。虽然自我解脱也算是某种程度上的觉悟啦，也算不简单啦，但这样的觉悟还是停留在自我跟小我的框架里面呢，那这样就不是圆满的悟道了。真正的觉者跟悟者是要以慈悲心去帮助更多的众生，而不是只停留在自我解脱的狭隘的框架里面。也就是不仅仅是自己觉悟，还要帮助更多人觉悟啊！不仅仅是自己解脱，还要帮助更多的人解脱。这个就是大乘佛法的精神，也才是真正的悟。好，那我们用例子来解释，大家比较容易懂了啊。比如说一位高僧或者法师啊，那他自己已经修行到一定的觉悟境界了，然而他还是不断的向弟子们跟信众们呢传授佛法，帮他们破疑解惑，解除各种疑难杂症。他不会因为自己已经觉悟解脱了，不管事停下来了，他还是继续走入人群去度化众生。这种境界的修行才被视为是真正的悟道啊！所以框架跟格局是很大的。那这个就是大乘菩萨道的精神啊！正言上人就是最好的例证啊！打着点滴也是照常开会开示，没有因此而躺下来休息，没有，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众生，为佛教。所以正言上人曾经开示说道啊，道心坚固的意思不是指自己不退转啊，或我会继续做下去的这样而已，不是，而是要感恩同行的人，并且扶持道心尚未坚固的人，让他们也不退转，这样才是真正的道心坚固啊。同理啊，上人也是开示啊，斋戒不是指自己不杀生或茹素而已啊，不去断别人的慧根，不去退别人的道心，也都叫做斋戒啊。这个道理就是自度度他，方是真悟，才是真正的彻悟啊。人生的路并非都能走得很顺畅啦，世间事也不是都能处理得很顺利啦。那与人相处呢，更没办法常常是左右逢源的啦。即使如此，而我们心有千千结呢，这些结也都不是别人帮我们打上去的，而是我们自己作茧自缚，庸人自扰啦。这些结都是自己打上去的，因此要打上去或不打上去，都跟自己转念跟转进的功夫有关呐。所以念头转得过来，就叫做悟者自度；念头转不过来，就需要迷者施度，靠别人来帮助你。那悟者自度是靠自己，迷者施度是靠别人呐。那不管是靠谁啦，最后都是得度啦。但最可怕的情况是什么呢？不能自度，也没有施度，那这样就完全无法度，无法度，因为无法先做到自助，就会缺少人助跟天助，这样就会爱莫能助。这一年来呢，我在处理一个个案一个女孩子才20岁出头考上医学院呢，会弹钢琴，也会弹古筝，还能画一手的好画。这么优秀的女孩子，却有一个令妈妈非常操心的问题就是这个女儿呢，常常对她妈妈说她找不到活下去的理由。这个是一颗不定时炸弹随时都可能引爆造成家门的不幸跟遗憾但是因为这位妈妈呢是慈济的长期会员她还没有做志工所以这位妈妈辗转呢透过我们师兄师姐跟我联络上就这样呢，我找了一天呢去她家拜访。那刚好爸爸妈妈跟3位子女都在家这是一个小康的家庭
那家访中，我们发现父亲非常大男人主义啊，也非常的专制跋扈啊。那太太跟孩子呢，都要听从他的强势想法而言听计从啊。言谈中，我才赫然发现，原来这位女儿考上医学院是来自爸爸的不可妥协跟强力施压，非考上不可啊！女儿也很争气的，虽然考上医学院，但却从此抑郁寡欢呐，因为她的兴趣是中医，也因为爸爸的观念城府守旧了啊，再加上专制跋扈呢，让一家人呢生活在不安跟阴影之下，因为每一个人都要活成爸爸所期待的那个样子啊，所以没有自主权啊。那我在跟这位父亲沟通的时候呢，发现完全是鸡同鸭讲，对牛弹琴啊。包括我说，哎呀，就让太太偶尔出去做志工嘛，交朋友嘛，稍微扩大一下生活圈子啦，那这位爸爸马上回我怎么说了？他说，做志工做好事也不能影响我家的原有作息呀。我心想，只是让太太偶尔参加志工活动，他的太太是1个月参加1次活动而已啊，并不是每天做啊。这样怎么会影响家庭的作息呢？更何况他们3个女儿，三个子女都不是小孩子啊，都已经在工作的大人啊。那这个阶段的父母应该是很多自主的时间才对。结果那个太太的回答我说，偶尔慈济有大活动，我早上要很早出门，就没办法陪我先生出去外面吃早餐了。那他先生就认为这样子的志工活动就是影响他的家庭正常作息了，所以他先生无法接受。然而这位先生自己却可以随心所欲，常常出去打高尔夫球，对自己的家人，尤其对自己的太太这么尖酸刻薄。老实讲现在几乎很难看到思想这么跋扈的一家之主啊。即使有，孩子们也都宁愿搬出去住了啦，不跟你住了。所以一个人如果完全活在自己的象牙塔里面呢，当然就很难有机会进入智慧的灵山塔。如果父亲这样的个性只影响他自己一个人，那问题还算单纯。现在是这样子的个性造成全家人活在阴影之下，苦不堪言呐。尤其女儿因为父亲这样子的专制跋扈的个性而产生自杀的心理，这个做爸爸的却完全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而赶快去改往修来啊，这个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的。其实这个就是冥顽不灵、习气刚强的迷者。迷者需要适度啊。当一群善知识到了他家，当然我们也理解了，没办法马上让他完事点头了，也无法短时间的让白雪融化了。虽然暂时无缘了，但是现在无缘不代表因缘不会改变啊。只是现在女儿一直有轻生的念头，如果父亲在未改变自己之前呢，女儿发生不幸，这样的代价相信没有一对父母承受得了啊。然而这位父亲完全没有警觉跟警惕，师度都已经困难重重了，何况是制度，是吗？我们去拜访了几次下来呢，发现一家5口人人各有抱怨，而且积怨很深。更吊诡的是，这个父亲也认为自己是受害者，哇，这个就很难处理了。对，虽然我们帮这位女儿呢，因为她会画画，我们帮她办那个画展嘛，义卖嘛，也暗中安排了一些企业家来买，把画全部买光，把收入捐做慈善，目的就是要让这位女儿呢能够产生自信，而肯定自己的生命功能，进而珍惜自己的生命，借此来让她淡化要轻生的念头了。果然画展结束之后呢，她有很大的改变。因为他很忙啊，忙得有方向有目标了，也因为他已经转系到中医学系去了，他也很希望有机会呢，就跟中医师呢跟诊。我们也安排他利用周末日呢去慈济的中医义诊中心当志工
妈妈陪他一起去，女儿跟着一位中医师跟诊，妈妈就在那边当志工眼看小女儿跟妈妈活得有目标、有方向又充实我们感觉这个喘一口气的。然而不久之前呢，我再去电话问这位妈妈的生活境况，她有感而发跟我说虽然她跟女儿做了志工之后，因生活有了重心跟寄托而非常欢喜可是回到家之后呢，一切的情境又因为铁板一块的这个先生而恢复到原点让他们深感挫折电话中呢，这位妈妈很冷静的跟我说，她说我的先生如果没有改变的话，我们的家庭就看不到希望，因为最近女儿又开始有轻生的念头我听了之后呢，实在是心有戚戚焉其实当初第一次拜访的时候，言谈中我们已经知道这个父亲是极端专制跟跋扈的个性了，因此无法改变制造问题的人的时候呢，只好去改变被问题影响的人那现在是妈妈跟孩子无法做到自救或自度啦，我们只好直球对决啦，想办法直接来度化这位先生，因为解铃人要系铃人。现在我们发现有一位慈济的实业家跟他先生一起打高尔夫球而且彼此好像谈话蛮投机的。我们正在想方设法呢透过这位实业家呢，以同事度的方式彼此都是企业家嘛慢慢来改变这位父亲。所以目前是针对无奈的母女跟跋扈的先生呢，双管齐下，还是不能放弃因为没有永恒的黑夜，只有未到的黎明我们还要继续努力看可不可以呢，帮这个家庭呢扭转颓势有一个故事呢，跟这位固执的先生很类似相信这个故事大家也听过了有一个非常虔诚的教徒他每天回家都不忘随时祷告有一天他住的村子遭逢淹水台风来淹水了，眼看外面风雨交加，大水一步步的逼近他家，这位教徒呢依然还祷告着，他相信他这么虔诚主一定会来救他了。水已经淹过1个人高了这时候呢，一艘救生艇到了，救难人员对他说，这里已经不行了赶快跟我们上船吧。他很坚决的拒绝说，不，我相信主会来拯救我的。话说完呢，就不理救难人员了，继续祷告。救难人员眼见他完全不愿上船，只好去救其他人没多久，水快淹到了屋檐这位老兄呢，爬到屋顶上去依然祷告着。这个时候，一艘小船到了，一样要求他赶快逃难但是这位老兄呢，依然故我，只回说主会来救我啦，就不理救难人员了。那救难人员也无奈只好离开去救其他人水位持续升高，终于淹到了屋顶的上面的十字架他依然虔诚的祷告并相信这是上帝对我的试炼，我要坚持下去才可以得到主的救赎这个时候救难直升机到了，救难梯放下来那个驾驶就呼叫他说，请你抓住梯子，赶快跟我们离开。那这位老兄呢，无助的抓住十字架的顶端那这个时候呢，已经淹到他的胸口了，他还是满口拒绝说主会来救我的。那救难人员跟他说你要快点上来这里已经不行了不要再坚持了啦。这个时候他几乎快被大水冲走了，恍惚间呢，他还终于愿意抓住绳梯但是拖太久了，已经无力支持了，最后被淹死了。这位老兄上了天堂，遇见了上帝就说主为何我如此虔诚的向您祷告，您却不愿意救您的子民呢？上帝回答说，有我派了救生艇、小船、直升机去救你，为何你不愿意救自己呢？所以本来是可以没事而获救的，但就因为无名而自误了。而前面这位刚刚讲的这位跋扈的先生不但自误，还误了他全家人真是让我们万分警惕不是吗？
没有教不好的孩子，只有失职的父母。同理，没有救不来的孩子，只有用错方法的父母。这是警示箴言呐。好，我们今晚读书会迷者适度，悟者自度就分享到这里。祝福各位法喜充满，福慧双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